叮叮哇，叮叮的，我在这边。来吧。哎，送队要做4位的。对，什么？上次博豪哥说你老是整他，当然整他了，他是队长嘛。咦，这个什么意思啊？还没弄好还是？我们这期呢将迎来4位非常优秀的女唱将，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国乐家庭的爱，所以3位男士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欢迎他们。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让女生开心，其实我觉得咱们俩还是比较拿手。好，哄老婆开心那种感觉吗？花，他进来得要送一朵花给他。哇，真的有花哎。这个好，你们送花，我用嘴夸。这才最花的。那我放礼花。对，就是。哎呦，咱们布置一下，但是从这儿开始就要走哈。可以。哎，这么短啊？这样他们走完了，比如说咔走到这儿，完了你就停，完我们再往红毯往前这么接着走，行吗 ？OK。来，是咱们的。哦，咱们的呀。对。这个咋戴啊？哦，帅一点。哎 ，Thank you。完美。啊，好紧张啊！好像家女儿一样，帮他娶帮他娶老婆一样，是吗？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掌声欢迎锤娜丽莎。Hello， 等一下。好了，行了，哥，行了。如果说搞笑是他的天赋 buff， 那唱歌便是他刻在骨子。你走你的，硬实力，那科班淬炼出的扎实唱功。停，别唱，等好，来，点红毯继续。这是在干嘛？姐 ，OK， 花。哦，谢谢。曲风根本就不会受限制，可以温柔的浅唱，也可以放声的摇滚。全网爆火的《我太笨》斩获了1500万个点赞，世人熟知他的幽默诙谐一面，却容易忽视他顶尖的唱歌水平。我们掌声欢迎锤娜丽莎！看看照片。哦，可以。欢迎光临。谢谢，很有创意啊，就是有点累人。你太适合当司仪了，哥。接下来有请周慧。好久不见。就是是。他1999年以约定空降乐坛，出道专辑即创下100万销量。要接上来，要接。这个红毯就不能整长点啊！我的天！欢迎华语乐坛永恒的天籁女声周慧。哇！天哪，这个欢迎仪式，哇！受宠若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娜娜。她11岁就获得了中国台湾大提琴比赛的冠军。对，不要动，娜娜不要动。好，12岁就举办了4场大提琴合奏音乐会。对不起。欢迎我们的大提琴演奏家欧阳娜娜。耶！哎，这个好，是不是？这扫的好。太辛苦了，3位男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希林娜一高。希林娜一非常的高啊，她21岁就断层的第1，出道成团。这是在干什么？经费不够吗？咱们24岁登上了央视春晚，新生代流行与实力并存的标杆。我们欢迎拍照墙玫瑰烟嗓希林娜一高。
有2个仪式忘了，你走你的。好，1、2、3，走。哎，好。哎，等一下啊，好，再稍等我2分。好忙啊！1、2、3，超忙。走。哇，好，停。这是我见过经费最有限的彭宗。哇，想问你们的经费都花在哪里呢？老师们？花在版权上面。啊，合理合理。那我们欢迎4位美丽和实力兼具的唱将啊！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拍照的打卡点就是国乐无双前10期我们的金唱片，而本期呢是国乐盛典前的最后一期。欢迎大家共同进入本季最激烈的一场金唱片守卫战。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华少。大家好，欢迎收看《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6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各位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今天啊，因为考虑到台风带来的隐患，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第一次没有设置现场的观众席位。但是呢，为了让大家不留遗憾，我们邀请了原本要到现场的300位无双乐迷线上继续陪伴我们。你们好，你们好。我们也邀请大家继续参与实时投票，用另外一种方式感受音乐的魅力。而在今晚呢，我们的舞台将会褪去华丽的滤镜，而定格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但极温柔的瞬间，让旋律去承载市井的温情，读懂平凡生活它独有的动人力量。这也是我们本期的舞台主题“清欢人间烟火正当时”，让我们放下浮躁和匆忙，跟随着乐声去感受平凡日子的暖意，拥抱属于自己生活的主旋律。人间烟火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吧。人间烟火对我而言，有时通过非常小的每一个瞬间，展现出来的爱，比如说妈妈给你做的一顿饭，给你倒的一杯水，给你唠叨的一句话，你的爱人帮你拎拖鞋，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里，日常里透露出来的爱，就是人间烟火的一大部分。那正当时就是提醒我们要站在当下去品味它，去体会它，抓住那些对我们来讲有意义的瞬间。本期赛制改变为个人战。个人战？对，就不是送队了。没有送队了。本期金唱片上仅有珍贵的3个名额，将在开场、升温和无双曲3轮的竞演当中各产生1位，而哪位唱将将在同一轮对战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观众以事先对本场7首曲目投票，按照期待值给出排名。我们是让上场的300位观众帮我们投出了这期7首歌曲的这个期待值排名。排名第1的唱将选择1人展开对决，胜者拿下金唱片名额。最期待那首歌第1个唱。那等于是第2首期待值最高的歌是在第2 round。但如果第1名选了第2名，那下一对就是从第3名开始了。对，最后的无双曲。哇，1为1为1。OK。春泥。哇，春泥父亲。我感觉春泥还蛮期待的，不知道观众会不会也是？是。这个父亲是那个我的老，不是，时光慢些吧。哦，还有那个娱乐天空也好听，那是缘分。这节目没有你完了，哥。好，那我们看一下期待值最高的一首歌是，哇，唱父亲的这位唱将是谁呢？没来是吗？啊，是我。你还故作悬念，我想说谁呀？今天来示威都是姑娘，我不可能欺负姑娘。但我是送队的人，一天是送队，永远都是送队。听出来了，矛头指向了1位，在这儿呢。小春哥，太好了，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是哪首歌呢？我好期待。1、2、3，哎。呀，原来是这
个呀，那我期待了。让我们欢迎第一轮的2位无双唱将登上舞台。好嘞 ，OK， 鼓手开始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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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有请他们。他们一位是新的港湾，另一位是爱的歌咏。欢迎陈小春、金志文。我们的300位无双乐迷正在线上，也来跟他们打个招呼。你们好，你们好。哇，这种方式好特别，欢迎光临。欢迎2位。陈小春怎么选定了金志文做您的对手呢？哎呀，因为我们上次有合作过，而且我也不能选送队，一队长一辈都是队长。老师程阳。哎呀，不会了 ，no 呢？那你经典的那个，我就不让，就不让。他是在撒娇吗？我被选了，首先我特别开心，我就是想以各种方式和我的偶像。我的小春哥多待一会儿。首先，让我们把舞台交给陈小春。小春，加油！人间烟火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家庭吧？因为常年都是在外面里面。讨生活，跑江湖，跑码头，最少让我知道的人间烟火的感觉，就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30平左右的地方，我们一家6口就在一个屋村里面，爸爸上班回家吃饭，妈妈下班回来做饭，晚上必定要看电视，很少会跟。爸爸或是妈妈，尤其是爸爸，都不会讲话。他就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公鸡，他就外面对完就回来给我们吃那种。妈妈当然是妈妈就比较会保护我们那种了。他们也都不在，那个就是属于我觉得是很存在的以前的一个人间烟火吧，对。刚好上2个礼拜，那个父亲节，2个小孩也写了首歌给我。虽然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一首歌曲，但他们两兄弟有这种的，去为爸爸做一个事情，这我就藏心里面了。然后就得到你们邀请的时候，这首歌我也喜欢，刚好他是2个小朋友，好吧，我们就试一下唱父亲。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其实《父亲》这首歌，它原版的歌词写的是儿女对父亲的感恩，所以我们把整个视觉完全的反转，父亲的角度去阐述同一种东西，就是父爱。张忠谋老师那就说嘛，谢谢。第一次收到歌词的时候还没有音乐，只听用旧的那个普通话版来听。我听的时候，哦，我老婆在旁边，喂，别啊，你这干啥？又没事了。哎，别啊！你再这样子，就觉得你是来假的，我不是真的不假，这是情绪来就这样子。我跟我儿子的确是对这个歌是有对号入座。无论你都那样吧，每天等念的号码，藏着那句说不出的牵挂。因为我们南方是就真的会很少跟儿子或者是女儿交流，我每天等着念等着一通电话，也不需要说什么，只是一个，但那个就是我们广东人赋予此的一种连接吧。小春哥希望这种父爱是比较老派的严父，有爱不说出来，默默的为家庭付出。一生要强，不会向你索求些什么中式的、传统的、沉默的父亲。
希望他到18岁，我相信他会有感觉吧，应该绝对会有，我相信。就希望每一年的父亲节都能够听到这个父亲粤语版。新生的你，我才覺渺小。繼而回想，不惜一切，供給歲月要。再忙再苦，都想給予悉心的照料。愛難以簡單啟齒，卻知心因你跳。盼望多幾個日夜，共抱緊騎單車，怕未來千秋都拆卸，你終須棲身荒野。年月裏愛意種下，那顆種子再長高嗎？陪伴你遍處中，經風雨都不怕。無論你到哪也罷，回應等念念的號碼，藏着那句說不出的記掛。幾個日夜，共抱緊騎單車，怕未來千秋都拆卸，你終須棲身荒野。年月裏愛意種下，那顆種子再長高嗎？陪伴你遍處中，經風雨都不怕。無論你到哪每天等念念的號碼，藏着那句說不出的記掛。明日你有你腳步，時代漸逝逐天衰老，頭上漸長都想收聽你的傾訴。明日會有雨有霧，遺憾並未事先預告。無論跌碰與摔倒，別迷途。明日我悄悄卻步，言盡後獨剩低擁抱，來換你去應對光陰裏的擺佈。明日你會涉遠路，成就並未是必做到，從未盼你有一天飛多高，唯獨盼你會安好。那年抱起新生的你，我才覺渺小。繼而回想，不惜一切，供給歲月要。再忙再苦，都想給予悉心的照料。愛難以簡單啟齒，我的心因你跳。
我的天哪，小熊哥跟电影里反差好大呀！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温暖、对、感性的。最后一段他是哽咽着唱完的，仿佛看到了他第一次把 Jasper 抱起来，然后照顾他换尿布的这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是像一个说故事的人一样，很打动我。我在台下一直在强忍这个泪水，因为一直被感动着。做父亲的都会有这样的期待，对自己的孩子的期盼。小陈哥回头看那个小孩的剪影，我觉得好感动。我甚至还就是掉眼泪了，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国语的词和粤语壳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双向奔赴的感受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爱他？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先行的一个演员，不管是声音上的还是肢体上的，而且那个舞美也设计的特别好，跟那个动画的一个对望，然后有一条长长的人生之路这样子的一个隐喻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舞台都是在其他舞台是看不到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无双唱将金志文为大家演唱《春泥》。春泥，期待一下吗？其实我听到人间烟火，这4个字，我一下子就能想到我们东北的那个热炕头，都说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就让我一下子就能想到爱情和亲情嘛。春泥这首歌，不瞒你说，是我老婆最愿意听我唱的曲目之一。然后这次她也很感慨，她说这个歌你终于上这个舞台表演出来了哈，她很期待的。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其实当年我春泥和为爱痴狂2选1，春泥就留了一丝丝的遗憾，这次这个遗憾在这个国乐无双上弥补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缘分啊。以前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注重了旋律啊，对那个歌词我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但这一次不一样，现在觉得这个歌词跟我特别有共鸣。从我和我老婆的相遇相知，然后走到一起，一直到今天，我们俩经历的所有的风风雨雨、磕磕绊绊，都能够体现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好像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写照。婚后对我的创作来讲，我写的就是生活，想去表达的就会更深刻。我们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大家都在学习怎么把各自的人生融入在一起。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人间烟火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去更好的把我这些年的经历，把我的感悟传递给大家。在这首歌里面，特别的去填写了一段粤语的词，整个的粤语部分，让我觉得就像2个人的生活当中添加一些调味剂一样。那就是这个，对，哎，这个好，磊，宝磊的磊，就我的磊也行。行，带磊，带磊。怎么样能把粤语唱出那种味道来？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在舞台上演唱粤语。我想把这段爱情唱给老婆，让她听一听我们经历了这么久以后我的感悟啊，让她也能够跟我一起来感动。满天的花雨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
你和我做花兒，那些痛的記憶落在春的泥土裡，滋養了大地，開出下一個花季。風中你的淚滴，滴滴落在回憶裡，讓我們取名叫做珍惜。漫天纷飞的花雨落在春的泥土里，滋養了大地，開出下一個花季。風中你的淚滴，滴滴落在回憶裡，讓我們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記憶落在春的泥土裡，滋養了大地，開出下一個花季。風中你的淚滴，滴滴落在回憶裡，讓我們取名叫做珍惜，讓我們懂得學會珍惜。真好哇，唱得好轻松。对，金老师的 key 怎么那么高？就接近一个女 key 的一个调。听得太爽了，这首歌好适合金老师唱，中间那段粤语词也改得很痛心。他的那个视角是，我不是说我们要谁为谁奉献，而是不论季节怎么更改，我们会一起互为花叶。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多了一分坚定。金志文老师的风格非常的明显，用很高亢的一个激情去把这一个悲伤化解到，然后最后落到歌曲的主题上面。那所以我觉得听他唱歌是一个挺有力量的事情。这次特别要感谢那个建辉老师，帮我填的这个粤语的词。感谢让我圆了这个粤语的梦。粤语版的《春泥》就是互相成全的一个故事，所以歌词里面会有一句“互作花叶”，我成全你，你也成全我。我觉得爱情里面最伟大的就是这个东西。谢谢建辉老师，《春泥》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之前跟哈林哥之前有一个访问，在哈林的祖上可能是。有一首叫《渔郎盘马地，却怕有春泥》，有一个叫于信的老师，我说前辈吧，很巧，到这一辈他唱了《春泥》。当年我们理解他爱情，其实现在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了。我更喜欢这个歌里面那个“互”字，化作春泥更护花，打开门，和世界一起较量，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最终理由。就是那个“护”字，护住你。金主，你跟金兰有什么那种让你很感动的琐碎的日常的烟火的画面吗？有一件事情就是，12年接到的通知是那年没有希望再去登上那个舞台。对，当时我自己内心做的决定也是，这是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但当知道自己台前的梦破灭那一刻，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是14年前的今天，我就和我的老婆还有我当时一起编曲的朋友哥们儿，一起去了北京周边最近的海边，去帮我过了我30岁的生日。他就在12点0点那一刻，在天空当中帮我放起了烟花。对，那一刻他抱着我痛哭，然后就说，无论怎样，他说我都会嫁给你。哦，就是。所以这件事情既让我心里很疼，也让我就是有那种在最疼的地方扎了一针之后要变得更坚强的那一下。对，然后
我真的是在心里咬着牙暗暗的许下了这个诺言，我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幸福的生活啊！给太太还写了一首歌，还没发表吧？哎，这首歌的名字叫《那个姑娘》。哦，对，就是时隔无论多久，你永远在我心里还是那个姑娘。对。纸短情长，话儿慢慢讲，我和你也终于不慌张。17、18，往事多寒凉，谁笑场，却笑出了泪光。门前杨柳树叶年年黄，我和你还回味着喜糖。今夕何夕，皱纹爬脸上，新鸳鸯也变成了爹娘。谢谢。真高兴，有一种在炕上听的感觉。对。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缘分啊，因为和那个刘卓辉老师一起共同创作了25年春晚的那个《弯曲越好》啊，那整个的是我和刘卓辉老师共同创作的，演唱就是小春哥。哦，对，我刚才想。对，咦，不就是那句？对，我刚刚也是这样，一下子就啊，哎，但是其实你跟卓辉老师没见过，我们2个没见过，第一次见面。对，谢谢你，小春哥也是。其实我跟他也是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是他经常唱我的《有情岁月》。对。对 ，Thank you。小春哥终于唱了这首《父亲》。那今天对着镜头有什么话想对离家远行去学习的 Jasper 说的吗？你现在在外面玩得爽啊，我就在这里干活。但是没事，弟弟我会好好照顾，妈咪我也会好好照顾。无论去哪里都好，干什么事情也好，错什么事哦，别迷途。可能他这个舞台就是希望他儿子可以看到，然后就是知道爸爸是爱你的。对。今天的小春哥这首是爸爸写给孩子的一封信一样的感觉。那这一次呢，三本木老师是粤语的填词。这一次在这首歌词里面呢，加入了小春哥这10几年里面陪伴他孩子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这首歌分了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为人父，然后到陪伴孩子的童年，到父亲的中年对孩子的牵挂，到暮年对孩子的寄望，然后最后一段我们又进行一个闭环，回到初为人父那一刻，看到自己孩子的第一秒，我们就知道我的心因你而跳。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最重要的彩蛋，就是我们整首歌里面没有写过一句父亲、爸爸或者粤语的楼导，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想表达出那种老派父亲很内敛，完全不提自己的那种父爱。谢谢，谢谢三本木老师。我觉得三本木老师写得很好，广东人那个爱很难说，爸爸我爱你啊，不太会啊，就会很有点讲不出口。对，吃饭了吗？注意安全了。类似这种的交流，我们比较多一点。那个时候有对父亲表达过自己的爱吗？没有。哎呀，我记得13岁、14岁，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要回老家住，他在香港那个节奏太快，不习惯。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这个家就交给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没想那么多。我13岁、14岁，因为我在家里面是老大，所以那个感觉是，哎呦，
小春哥的父亲有见过您的2个儿子吗？大儿子这个大的有见过，小没见过。I'm good. 所以今天这首歌是唱给2个儿子的，其实也是唱给父亲的，唱出曾经没能够向他表达的那份爱。相信此时此刻，他也一定在看着您，也看到您过得这么好，一家人整整齐齐。其实这就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我们听过一句话叫“父爱是向后退的，母爱是向前冲的”。母爱是那种天天要关心你，每天要呵护你，每天要问很多，要了解很多，陪你玩。父爱是，你没事，别找我；你有事，我一定第一个到。因为我可能也是跟他们一样学做父亲。我们第一跟父亲学力量，撑起一个家；第二跟父亲学责任，就是你歌词里写到的，抱起了那个小孩；第三跟父亲学怎么告别。通常是先跟父亲告别。然后用同样的方式跟孩子告别。因为我妈妈已经走了快20年，我爸已经走了10几年了，但我很幸运，我自己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把我妈妈。又来这个爱，我把我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这个我做到了，对，所以我非常感恩现在所有东西。希望这些作品对你来讲是能够激起共鸣的。再次谢谢2位无双唱将。当然了，今天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当场公布这一轮这2位谁拥有更高的简纯中艺值。那么我宣布，开场曲简纯中艺值领先的无双唱将是3个字。嗨。陈小春，恭喜陈小春获胜，赢得了本轮金唱片的名额，祝贺！答对了。谢谢，当然也感谢金志文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2位，请2位先回到无双空间，谢谢辛苦了2位。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妙音乐的乐队老师们一块儿来点互动。我们一起撕开你手中的简纯音乐屏，开启一个超顺的合奏环节。有没有拿到咱们标签上是骑士的各位老师？歌词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有拿到嗨人的老师吗？这是之前刘宇在国乐无双舞台上演唱过的《爱的主打歌》。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简纯音乐屏上新了。这一次的上新呢，简纯收录了无双唱将们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现已全国上市。期待大家晒出你的专属音乐屏哦。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打开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即可享受简纯定制好礼。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高能还要继续上演，还未登场且期待值排名目前最高的无双唱将，指定一位对手，形成升温曲的对战组。会是谁呢？看看。你的天空。会是谁呢？会是谁呢？会是谁呢？不知道。会是谁呢？你。就是你的表情。哎呀，演砸了。你们唱什么？你可以猜一下啊。盲猜，就不告诉你。让人心潮澎湃的升温曲的对决即刻上演，究竟是哪2位无双唱将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一位是不设限的我，另一位是岁月回信。让我们有请宋亚轩、周蕙。小宋队长为什么选择和周蕙老师来？是我毛遂自荐的哦，我叫他选我。对。我想，就是新生代的歌手跟前辈歌手这样子的舞台，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有一个很棒的交流，享受音乐，对，享受舞台。对，而且今天也很特别，因为大家看到无双乐迷是在线上的方式，所以很多朋友都选择戴着耳机，这跟在现场听可能又不太一样，会让音乐更加丝丝入耳。是的。那么又到了互放狠话的时候了。我一直以来都走优雅的路线。哇！谢谢帮我们把从题面上拆开了题底啊，挺好。那我们待会可以放狠话，一人一个字。好，就这么一块决定了。放狠话 ，OK。让我们把舞台首先呢交给宋亚轩，为大家带来《娱乐天空》，加油，加油，宋亚轩。娱乐天空，娱乐天空。那咱们现在节目也来到尾声了，那你国乐这场旅途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感觉收获很大。现在唱了9首歌，然后这9首歌里面都涵盖了不同的曲风。Song for You 就是很全新的一个尝试吧，对，第一次尝试这种串烧，也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第一次唱粤语版本的《胆小鬼》，《城大三部曲》，这些歌都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的。有这么多厉害的前辈，就是给我分享他们的经验。石头哥，这么厉害的音乐总监，还有顶级的乐队，我觉得我在一个很专业的地方学到很多。小宋队长呢，就在床边去唱歌，我觉得很惊喜。哇，他要长大了。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更职业、更成熟，然后更懂得也去表现和表达，不断在成长的这样子，非常棒。我支持你，队长。也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为什么会选择陈奕迅的《娱乐天空》呢？这首《娱乐天空》呢，也是很喜欢的一首，非常具有深度。看似是讲娱乐圈，实则是所有职场人都会面对的社会议题。人间烟火不止生活的柴米油盐，还有工作和理想。我觉得，首先自己喜欢的音乐才是，我觉得好的。还有音乐就是一个表达自己一直坚持的那个东西。对，宝，你就尝试一下，你在家里面很嗨的那种。这首歌在歌词的表达上很有戏剧的张力，然后在曲风上也想尝试一下更偏戏剧的一种表达方式。人间的烟火也需要不同的色彩。江湾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正要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孤单，请你努力的习惯，小心娱乐版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得缓慢，欲望耳朵闪，我终于
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生活多艰难，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生活多艰难，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好的，特别好，唱的挺好的，然后他也蛮松弛的，这个舞台我还挺喜欢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好像看到他不太一样的一面，他唱的好稳，虽然年纪小，但是在舞台上面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表演者。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更职业、更成熟，然后更懂得去表现和表达，更知道在台上台下他自己的角色感。我就觉得有的人他能做这行，他是有道理的。对，我就希望他能够走得长久吧。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小宋的低音的那个魅力，他就是挑战低音域，然后跳8度，然后8度之后再连跳2次8度。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厉害。宋亚轩老师的《娱乐天空》演绎得非常的好，运用了比之前几首歌更成熟的唱腔，配合着他的舞步，我觉得是非常有魅力。我觉得他的表演越来越好，一定会是未来的巨星。谢谢宋亚轩，现在我们请周蕙来到舞台。欢迎姐姐来到国乐无双，想问一下，慧姐收到节目邀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很开心，很荣幸，因为，其实我前一阵子声带进行了一个修复，国乐无双算是我声带治疗第一阶段小康复期的第一个工作。我是歪打正着进到唱片圈，不小心我就来到26年了。只能藏成秘密。好想好好爱你。你开了3个小时的车，迟到了30分钟。你从哪里来？我从浙江永康。我喜欢了你20多年。谢谢。有些铁粉真的是
跟着我每个城市到处跑，然后真的有很多歌迷朋友是听着我的歌一起长大的。我记得有一次办签售，有一个听着我的歌长大的女孩子，她已经变成一个年轻的妈妈，然后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带着她4岁的小孩，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她跟我说：“慧儿姐，我听着你的约定谈恋爱，听着你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离婚。走到现在，你的歌声支撑着我走来，然后今天见到我本人的时候，哇，他突然间有一种好像见到了一个完全读懂他心事的那个人，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唱歌有这么多人，承载着这么多人背后的故事。曾经提醒我的爱没有把握。这次唱的是《忘了你忘了我》吧？是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原版是在讲被迫分手嘛，想说时空背景已经来到38年后，我如果是当时王杰唱的那个对象，那个女朋友，38年后我想对她说什么呢？maybe 有2种路线，一种就是我来到40加的年纪，对很多事情我已经看淡了，我放下了。可是，在过程里头，我又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晚年的时候，记性衰退，有点失智，可能上1秒钟他还认得，下1秒他就进入一个痴呆的状态，然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有点遗憾。原来要忘记一个人也可以很简单，但是我不想忘记他，所以，我想要用这首歌来跟自己的父亲对话，也想要跟我的歌迷说，我想要努力的去记住每一个人。所以这首歌我跟词人在沟通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我不要忘记。我不可能会忘了你，但却害怕你。其实我真的不会忘记大家给我的所有的鼓励，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我还在唱哦，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唱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听。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總似自信你，人總會被命運捉摸，舊情始終都似場夢，腦海全是你往日動人的面容，縱使冬天寄予晚風，仍然時常會痛。誰能
一下回到小时候了。周慧老师唱的好细啊，他的细节还有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我觉得周慧老师今天的这首歌真的是一个时间胶囊，那个旋律一出来，再加上周慧老师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天哪，把我就是拉回我中学跟高中年代。他的声音有一种钻石般的质感，把爱情永恒的主题铭记表现得非常的扎心。我觉得这就是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声线，好的声线，它就是可以跨越时间。谢谢周慧，现在我们把宋亚轩也请回舞台。周慧刚刚唱的《忘了你忘了我》，其实这歌跟原来也有点烟火气的不同。原来是忘了你忘了我，是得不到，干脆至此为止，痛心疾首的切割和一封决绝。对。但是你把它改成了我怎么能忘了你？其实我在确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功课，我也发现它原本就已经有了粤语版，但我觉得如果我只是把国粤语切换着唱，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如果当年王杰唱的那个对象是唱给我，那38年后的我，对于我的初恋情人，我想对他说什么？那种感情的延续，那在忘与不忘之间，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的生活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父亲的离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失智。他可能精神好的时候有5分钟的时间他记得我，下一秒他会瞬间眼神放空，然后就忘记你了。所以在我们还有记忆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珍惜我记住的我爱的每一个人。我希望用这首歌去表达这个感觉。我不想忘记你，我也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我们希望记住很多事。其实周慧老师的音乐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记忆。今年我们知道周慧在4月份的时候在小巨蛋开了演唱会，对，非常的成功，来了很多人。谢谢。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会发现，哇，原来周慧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活跃了。应该是说我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我还是把生活跟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 balance，平衡。我希望我在生活当中吸取了很多的养分之后，再放到音乐里面去。周慧又在北京、南京、武汉都开了演唱会。是在这些城市不同的巡演过程当中，有感受到烟火气吗？我觉得各地的歌迷都不一样。像北方，我就觉得他们是喜欢你，他肯定喊出来。周慧，我爱你。南方就是选择安静的听你唱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没错。他们会用方言跟你交流吗？我记得到成都吗？凶器。然后长沙，恰饭某，吃饭了没？吃饭了没？因为我父亲湖南人嘛，我曾经听过一次，我快吓死了。哎呀，我孩子掉了，我孩子掉了，去哪里？孩子掉了，原来是他鞋子掉了。好的时候鞋子掉了。我天哪，这方言很可爱。对，其实方言啊是烟火气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对，我喜欢听，对不对？下次到杭州了，你要跟大家讲杭州话。好。大家好，我是这位。大家好，我是这位。这就鼓掌了。你会讲杭州话吗？不会。大家好，我是小宋，我叫宋亚轩。不是熊，是学。我叫宋亚轩。宋亚轩。这一次接受到无双的邀约，我觉得我又可以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周慧。可能在过往大家对周慧的印象停留在约定、好想好好爱你很抒情的感觉里头。那我们就欢迎周慧给我们唱2句约定，好吗？好啊。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听，还是当年耳机里的那个声音。是。
仿佛回到我6岁的时候。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人间烟火。亚轩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人间烟火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对于你来说，团圆的时候吧，不管跟家人们团圆，还是跟伙伴们、跟朋友们团圆，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刚才宋队长唱的是《娱乐天空》，唱出了很多从事娱乐行业的工作者的心声。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太好了，因为我是从小就从12岁就开始接触娱乐圈了，会有很多身不由己，就不只是娱乐圈，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自己的娱乐场。我觉得唯有保持初心，才能去应对这种身不由己。今天周慧老师第一次看小宋的现场吧？对，我蛮开心的，因为他很松弛，享受这个舞台，然后这个改编也让我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是的。对，然后我今天才知道，哇，你12岁就开始当练习生，好辛苦哦。就是真的，我19岁入行，22岁正式出道，刚好是你现在的年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感觉好像有点懂事了，但还是在摸索。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成人世界里头要面对的东西，你提早就开始要去面对。其实小宋不是第一次唱陈奕迅的歌了，对吧？是的。进公司的第一首 MV 就是《哇，哦。好可爱！太恐怖了！现在00后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哎，从这个角度看，00后确实成长压力也挺大的哈。高清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刚才你有没有捕捉到曾经自己比较爱用哪些表情？这种。那今天呢，亚轩为我们带来的是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第10个表演了。对于你来说，挑战最大的是哪一首？夜来香嘛，非常经典的老歌，怎么唱出自己的色彩，这个挑战挺大的。老歌新唱，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是的。那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Song for You 吧，因为 Song for You 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嘛，也是整个节目的第一首歌，这压力挺大的，但是完成的挺好的。成绩也特别的好啊，收藏量也突破了记录啊。那有什么样的歌是想要推荐给身边人的吗？伤不起，那个爆感。有什么歌想推荐给周慧姐的吗？22，我们有缘的数字。等一下，马上下台就去听。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亚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舞台、好听的歌曲。在这么一个专业的舞台，跟这么多专业的老师一起学习，然后。我获得了很大的成长。我觉得就是坚守初心嘛。宋亚轩一直会是宋亚轩，国乐无双也一直会是国乐无双。按照我们今天的规则呢，我们马上即将公布结果。究竟本轮简纯中艺值更高的无双唱将会是谁呢？升温曲表演简纯中艺值领先的无双唱将是。宋亚轩，祝贺宋亚轩获胜，赢得了本轮金唱片的名额。谢谢两位，有请两位回到无双空间。接下来无双空间还未出场的3位无双唱将，你们将面临空前激烈的1v1v1的局面。这一轮的演唱顺序将由简纯超顺时刻权益来决定。请3位揭晓一下我们的歌单是什么？哇，幸福在歌唱，星星堆满天。我的是爱，不要丢下我。我们将进入简纯超顺终极排兵布阵环节。同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简纯音乐屏呢上新了，这里呢有6屏新上市的简纯音乐屏，每人依次分到2个音乐屏。和相对应的歌词板，
注意，这歌词板里边只有一句是正确的哦。谁完成的正确率高，获得决定演唱顺序的权威。好，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来，你来，好，我来打头阵。我歌由我高唱，仍可铿锵。歌出感想。正确，来下一个。忐忑是吗？阿萨爹，OK， 阿萨爹。正确是阿萨爹，27秒。漂亮。好，来下一位来。我来。来啊！我什么？我颠颠倒倒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复制一下，哎，答对了。来第二首，快！生命的同花顺。底牌没有你，为人。就这样吧。假如你真的放得下。答错。这样一高来。哪怕啥？破解也不曾退后。下一句什么？这个会有关吧？我觉得。算了，这个吧。哎，恭喜答对了，当现实无路可逃。哎，还要没听我的。吹吹给他指了个错误答案啊！来下一个，借过一下。完了，这个我也不会。借过一下。这个吧。好了。对吗？答错。没事，待会儿我求求你就行了呗。行。也就是说，你现在获得了。那你最后一个好不好？行。那我们两个呢？这我都可以。那我先这样。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全新的简纯音乐瓶收录了无双唱将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现已全国上市。期待大家晒出你的专属音乐瓶哦！加油，歌曲，加油，好啊，加油！哇，最精彩的一段了。还要这么开嗓吗？本轮呢，即将开启1v1v1的局面，3方混战，没有退路，只有引爆全场的绝对较量。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他们一位是隐藏深情解锁中的锤娜丽莎，一位是星星的穿梭欧阳娜娜，以及关于幸福的注解西林娜一高。Hello， 朋友们，你们好吗？我们是那仨姑娘，我们仨名都有那仨姑娘，真的是三大。真的，所以他们3个是不是应该在一组？不要拆散他们。按照程序，现在是互放狠话的环节。好，开始了。好，开始来。特别狠。放，狠，话。谢谢大家。谜底就在谜面上。对。太狠了！哎呦，连我们。哦。这一轮率先演唱的是锤娜丽莎。谢谢。人间烟火这个主题，它是一个很宏大的、特别包罗万象的一个概念。这首我特别想唱的《爱我不要丢下我》就可以框进去，因为它属于人间烟火的一部分。它是一首2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歌，这首歌本身足够先锋，它品质足够好，并不是现象级或者一时兴起觉得很新鲜，而它是实打实的有东西。就是好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不怕晚，你看20年过去了，再拿出来听依然是非常拿得出手。我再一看石头哥写的，我说那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我谢谢锤锤喜欢这首歌，这歌吧，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下笔也不留情，就写的那个酸楚啊，在爱情中卑微那个雷霆啊。当时那个歌词写的就是爱我不要丢下我，我可以卑微的化作你脚下被踩烂的烟灰的那种感觉。锤锤真不是这种人，锤锤是个非常有能量、非常自主、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女孩。然后我就把这个逗号加在了爱的后面，就是爱我不要丢下我。我心里的感觉是，现在就是情绪已经平稳的我，在复盘那个时候悲伤的我。他是悲伤的，但是我也成长了，就这个感觉。阿龙卡，阿龙卡，我不吃。
那你就把这个情绪淡淡的放进去。好。都只是轻轻一下而过。为什么决定自己写词？因为我爱写词儿。我有一肚子想说的话，但是我不想那么直白的表达出来，我要写到歌里去。之前是爱我不要丢下我，是你爱我，那你不要丢下我。但是现在是我可以爱，但是我不会丢掉我自己。它也是更像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情感经历的一个总结。其实之前曾经有过，就是在感情中迷失自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守住这个人，别的我什么都不想管，我眼里只有他。然后我把我的主体性全部放在了他的身上，我自我的主体性丢失了。然后当我发现，哎，我怎么变得这么面目全非的时候，我想不对，情感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他，是因为我不够爱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学着把主体慢慢的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来，然后呢，就有了很好的结果。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当你觉得足够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畏惧这个人是否爱你了。Baby, baby, how could you? And 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 baby, baby, you know that I walk away. And every time,记得你的美，记得你说也好美，星星在跟随，地里还有暖风吹。我的咖啡，你的陶醉，如果还有一杯有毒，你会不会？还有梦在追，追到翅膀都破碎，连起来再飞，天使说还有机会。有时犯规，有时防备，你却太轻狂又太默默，失去的不过就是你爱我。不要丢下我，让我好难过，一个人寂寞。你爱我，为什么丢下我，让我流着泪，看着你们手牵手走过。走过，还有梦在追，追到破碎也无悔。想起我是谁，本就不应该颓废。我是玫瑰，也是堡垒。不论谁伤害我，谁轻看我，都只是轻轻一下爱过，不会丢掉我，没理由难过，一个人快活。谁爱我，或许不爱我，都能活过。不知道的人不必
记得你说夜好美，星星在跟随，地里还有暖风吹。太强了，这舞台真的是拿捏的非常非常的对位，那种轻轻的诉说感，就很像给你的耳膜在按摩，再到后面的那个爆发，那个高音啊，不愧是锤锤。他的所有的声区的转换，再到他的表达情绪，再到他的肢体，我觉得每一刻都是很完美的。哇，好听！唱歌方面的表现，加上那个词曲，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 R&B， 或者是就是以前我们听 Mariah Carey 的那种表现。锤娜丽莎很适合唱这样的歌，表现得很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欧阳娜娜。欧阳娜娜去了。大家提到娜娜的时候，都会说你很会生活，记录日常。你怎么看待会生活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还在学怎么样达到我自己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平衡和状态。Hello， 回来了。今天的 vlog 内容就是给我妹做一顿晚饭。妈妈出手。那种片，妈妈你小心。感谢母亲大人。我觉得我平时是一个还蛮淡然的人。这一场我刚刚不小心倒出来了，在这里连着砂糖。我的情绪起伏并不会这么的大，遇到任何事情，我觉得它一定都是最好的安排。哇，满满的来试试毒。开动！接受所有一切发生，因为我的双面性可能有一面比较浓烈的放在了音乐当中。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所有它的编曲、器乐和旋律所吸引，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旋律人，但是整体听下来，我会觉得说，它不只是一首我想去反复聆听的歌，而是我想要去演绎我自己的版本的一首歌。所以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找机会来翻唱这首歌曲。在细挖它的歌词讲述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个性的同时，又带有一点点的不服、小小的叛逆。它更多的是以我自己为主，就是我想要什么。如果我遵从自己的内心，我不管这个人他是野兽也好，我就是要去爱他。就是这样子的敢爱敢恨，其实是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是向往，我是觉得很酷、很自由的。对。在改编了之后，在粤语老师的填词下，我把整个场景刻画得更浪漫、更天马行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视觉体系的人，所以我在听到这个改编之后，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希望可以实现。刚准备要改编的时候，我就跟石头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版本。他希望他的开场有一个大的弦乐队的一个编制，现场我们的弦乐队老师以外，然后娜娜自己还请来了我们山乐学院的很多同学，一起去架起了，就是撑起了这个弦乐的一个大场面。我个人的表达上，当我融入了大提琴，融入了弦乐，融入了所有的很美妙的原声乐器的时候，我觉得它更能表达我内心深处比较层层堆叠的这些情绪。其实挺好。音乐对他来说不只是单线条，音乐对他来说是立体的，因为它有和声概念。我相信他一定是能够以后去创作和自己不断的去丰富自己脑子里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认为他能成为一个很棒的音乐人。
从开始的星光点点，再到我头顶上的那一颗大大的月亮，然后再到最后可能达到目的也好，释怀也好，看到火红的日出。希望让观众在屏幕面前可以感受到它有一个起承转合。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
神圣，对，好有气质。就是没想到，能够亲眼看到娜娜姐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拉大提琴，很惊喜。娜比的声音特别高级，整体的这种弦乐的包裹感，它是很适合自己安静的时候自己去感受。那么多把小提琴跟大提琴一起合奏，衬托出他单人的演唱的这个氛围，令我对乐字更加的深层的了解。星星真满天，粤语的歌词有紧扣原歌词的意象，就好像地球和月亮会有一个潮汐锁定一样，大家都脱离不了对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还是非常成功的。谢谢刚刚欧阳娜娜的演唱，状态顺，唱得顺，心情超顺，温柔歌声揽下漫天星河，星光抚平心底慌张。愿我们永远心怀浪漫，前路光亮，事事超顺。期待希林娜一高给我们带来的超顺演唱。幸福藏在日常细碎欢喜里，捕捉身边的每一份温柔美好，自在欢愉才能过得超顺。一起跟着节奏，一起超顺。有请希林娜一高为我们演唱《幸福在歌唱》。有请希林娜一高为我们演唱《幸福在歌唱》。《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是来自于一个电影。这首歌它展现的是我们为了自己爱的人勇敢的去奉献自己的这种情感是美妙的。这部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两岸的共鸣，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故事里面展现的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人性，它是很触动人心的歌。愿心酸将你我都酿成阳光，我觉得这一句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句词。它是当你感受到幸福的时候，你去回看心酸的过往，过去的这些痛悲伤都在此刻被酿成了阳光，它都在照耀着你，在温暖着你。这首歌对于情感上应该是最难的，它的情感其实非常的浓烈，就是你要唱的很有感情，但是你的声音又得稳，又能够戳中人的心，但是又不能猛猛的去撞击他们的心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低音的时候不过于平淡，也要注入情绪，你要去拿捏一个度。这首歌非常难唱的就是它的高潮的前半句的最后一个音是一个12度的跨度，本来是一个最高音是啊，这样子就是非常分裂。我当时在想，作曲的老师你真的非常厉害，你就是不想看歌手在现场唱歌好，你是故意的。但是他每次都是非常圆滑，带着情感，带着音色，带着非常均匀的呼吸，把很高的一个难度的一个点唱得非常好。音乐是可以润物细无声去治愈人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首歌，把这一份共通的情感让大家再听到，再感受到。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可惜遗憾总是比回忆长，思念没有尽头，却有重量。曾属于你的我，念念不忘。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再见已太辛苦，风不分离的伤。愿心酸将你我都酿成阳光。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将
土壤，阴晴圆缺，花开花谢，学会了原谅。你将最美的梦遗落在我心上，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乌云的背后，终究是明亮。如果世上有天堂，此刻你在我身旁，从不曾被遗忘。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再见你太辛苦，风不分离的伤，愿心酸将你我都酿成阳光。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将人世悲欢重化成土壤，阴晴圆缺，花开花谢，学会了原谅。你将最美的梦遗落在我心上。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爱直到永恒的光，守护在你的身旁，从不曾被遗忘。我从不曾遗忘。麒麟的嗓音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样的哑哑的那样的小女生，非常有磁性。一开口，你就会觉得她好像在对你慢慢的讲述一个她的故事。这版国语的词，他说到思念没有尽头，说到要缝补分离的伤。我觉得无论就是主歌怎么去讲述这种苦涩，但他的最后的主旨还是抓回了幸福在唱歌。今天你挑这个歌，也会有你对它的理解，对吗？有一些感触，就是对于幸福的感受吧。这个也延伸到这个电影里面，可惜遗憾没有回忆长，就是会有一些遗憾，会有一些告别，但是也会有一些瞬间，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共处一个空间，一起去享受这一刻的时候，都是幸福的。而这些点点滴滴就是人间烟火。尤其是在今天，虽然说大家来不到现场，但是我在屏幕上看到他们，我会很有感触，我会觉得说，哦，有人在支持我，此刻有人在为我而来，在看着我。我经常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一下子鼻子酸，然后我就当时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我在座位上在听娜娜唱歌的时候，这个阵仗很大，很像在音乐厅，很像在欣赏一场音乐会。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在台下这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觉得这个舞美好好看，感受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又是觉得好幸福，此刻我觉得幸福真的在歌唱。那一高告诉我们好多啊，他感受到的幸福，用自己的短视频的方式给了很多朋友们自己去记录幸福的瞬间，比如说是妈妈是女儿，大家就非常的喜欢。我爱死了哦，麻烦你给我们唱两句吧。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我知道爱会争吵，我知道人会变老，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这歌是跟黄珊老师一起合作的， Yeah 平时也叫她黄妈妈。对，干妈，哈哈哈哈。干妈一直在，她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每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真的是像在看自己的亲女儿。我经常说爱是常觉亏欠嘛，对，就是虽然不是她的真女儿，但是总觉得也亏欠她点什么，就是让人心疼的眼神。我记得9年前你还说过你想当音乐界的医生。对，它是我想要做一辈子的事情。你要真的去能够拥有就是治愈人的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持续的让我的听众感受到我散发的这一份能量吧。二娜今天这个舞台的阵仗很大啊，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刚才有一种置身到音乐厅的感觉，有没有？其实和导演组讨论了很多版本，然后我自己是一个会把音乐视觉化的人，就是我经常可能听到一首歌，或者是我在表现一个舞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首歌它的画面的呈现。然后我们当时的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它有一种我站在舞台上看得到星星、看到月亮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星星、月亮的元素，它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欣赏，而是可能意指着心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事情的观点，对。所以整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唯美的舞台的呈现，而且在歌词上其实也是有所改变的，对吗？对，就是国语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两人的争吵，但粤语这段好像是一个自我的剖析，就是可能理性来讲，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是呢，我不管，就是感性的我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粤语当中有一些词它很美，比如说有一句是“月亮对我施咒”，这样子的词，我觉得它字面上看起来很美，但其实心里是有一种很痛、很尖锐、很叛逆的感觉。对，年轻就是可以任性。其实娜娜在她自己的巡演当中有一首歌叫《暮色森林》。暮色森林可不可以现场唱两句？可以。徘徊在暮色森林的迷梦，是我总说不出口的惶恐。春夏来去匆匆匆，未来却从不见影踪。谢谢。回归到我们的人间烟火了。刚才锤锤给我们唱的是常石磊的宝藏歌曲，原来这首歌是叫《爱我不要丢下我》，但是你加了一个逗号，爱我不要丢下我。确实，我也经历过比较糟糕的情感，也有一段没有走出来的时候。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你首先要很爱自己，才会碰到一段健康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可以是你和恋人的关系，可以是你和朋友的关系，也可以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所以呢，爱或不爱，我都不会把我自己丢掉，我都能好好的活。其实也是锤锤一直以来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永远要爱自己，做最快乐的自己。对。锤锤在我们国乐无双的舞台，此前呢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是花花宇宙，再到这一次的歌曲，你觉得哪一面更能够代表你？玫瑰玫瑰我爱你呢，它可以说是象征着我对于舞台和音乐的野心，然后花花宇宙呢更像是我对生活的态度，然后这一次的爱我不要丢下我，是我个人的人生哲学。这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人生态度，无论结果如何，永远不会丢下自己，永远要爱自己。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第3轮的结果。无双曲表演，简纯钟一直领先的无双唱将是4个字。哦，那我先走啦。锤娜丽莎，恭喜锤娜丽莎获胜，赢得本轮金唱片的名额。哇！又到了激动人心的金曲揭晓时刻，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喝简纯，工作超顺；喝简纯，财运超顺；喝简纯，学业超顺；喝简纯，生活超顺；喝简纯，健康超顺；喝简纯，一顺百顺。我们的国乐无双也超顺。
作为整个节目的音乐总监，最初怎么定义这档节目的？我其实没有定义，我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共识，让大家能够踏踏实实上舞台去表演。我不确定这个节目怎么去定义，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所有的人本能的对音乐的这种爱，和尤其是演员们、歌手们在舞台上想绽放和表达自我。我去定义它的话，我如果按照纯妹妹那个2点蛋来说的话，就生活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岛屿。我经过到这个岛屿，然后大家爱音乐的人都在这个岛屿上相聚，然后产生各种各样有趣的、好玩的、紧张的、刺激的、不可能的、可能的，全部在这里发生，然后可有趣了。那其实现在的音乐市场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火很短的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这个东西吧也得看命，有的时候你再怎么设计，它有那个命，你都没有办法设计。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初心吧。就你最初想做这个音乐，你就想你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初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份初心和简纯的理念其实非常恰合。用心做好音乐，用心做好的产品，不追求一时的流量爆发，正因为如此，才能更长久收获大家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本轮的结果。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开场曲和升温曲演唱的4位无双唱将，欢迎他们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共同来见证金曲揭晓时刻。现在呢，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唱片墙，就是前10期国乐无双金唱片的荣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国乐无双第11张金唱片的拥有者，他们是。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陈小春、宋亚轩、锤娜丽莎，祝贺3位。那各位演唱的歌曲呢，也将收录进我们的金曲池当中，向我们第12期的巅峰金曲进发。同时呢，也有机会联动登上湾区声明月的舞台。咱们先请小宋跟我们说说好吗？亚轩待的节目的时间是最长的。就是觉得在这个节目上收获了很多成长，然后也唱了自己很多想唱的歌，跟各位老师、各位前辈们都学到了很多。对，我就很荣幸能够在宋队旁边啊。我觉得在这个舞台里面，我很享受，我也碰到很多很好的老朋友，比如说琪琪啊，还有千华他们，石头，还有认识的三本部老师。我还是要谢谢国乐无双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兄弟姐妹，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对，谢谢你们，感谢，谢谢。国乐无双在我心目中是最棒的音综，谢谢，最高评价。我们请每位都跟我们说说吧。其实我比较深的感触是因为前几期我是作为观众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每一周都会很期待什么样的歌手来到现场，好多首歌我是重复反复的在网上看这个片段。我觉得也非常开心和幸运，可以来到这个舞台，转换一下身份，然后作为这个唱出美妙的音乐的这个音乐人本人。从我们的音乐团队，然后到导演组，包括我们词作者老师，我们都在共同的努力输出好的音乐。国乐无双又让我再次的看到，原来这是我当歌手的意义。所以很谢谢国乐无双给我这个舞台，让我有机会再唱歌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个节目能通过去做文字上的改编，再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里，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也一直想来，对，能够为这么多期的这么多首歌里面贡献一首歌，也很开心。对，所以办第2季的话，那个早点找我聊啊。
好嘞，现在就约上了。好嘞，都听见了。而在这场音乐的盛宴中，简纯呢也在一直陪伴我们，用心做好音乐，用心做好产品。简纯始终把超顺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无双唱将。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各位无双唱将，每人用一句带顺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好吗？祝国乐无双的观众朋友们顺风顺水顺财神，每一天都过得舒服又顺畅。祝愿所有的胆小鬼都能破茧成蝶，每天都顺顺利利，样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希望大家每一次出发都能够超顺。祝大家事事超顺，听歌开怀，吃得开心，每天心情也都像星星一样堆满天。祝你们的生活顺风顺水，永远都能保持滚烫的热爱。当然，我们要感谢简纯陪伴我们走过这一路的音乐旅程，也祝屏幕前的你天天超顺，事事无忧。再次感谢大家送上的超顺祝福，简纯的纯粹口感，恰如国乐的初心，去除繁杂，只留本真。在这里呢，要感谢简纯对国乐无双的鼎力支持，也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简单与纯美。好音乐看简纯，也期待着简纯能够继续陪伴我们，见证更多华语音乐的辉煌时刻。当然了，一首好歌，旋律是血肉，歌词是风骨，再用歌声来盛满故事，将岁月安放其中。一直以来呢，陪伴着我们的作词人们，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登上过我们的舞台，但是那些反复打磨的真心，早就已经住进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作词人们上台，欢迎各位。从歌手的演绎与展示的表达，升级至歌手情感的传达，完成一次音乐情感的到达。照片定格的是各位在国乐无双当中留下的美好的记忆，而旁边配上的那句歌词是各位亲手写下的。这一次国乐无双的旅程，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小韩老师，首先谢谢这个国乐无双送给我这个礼物。其实这个是一个宝藏节目，而且其实团队也是一个宝藏团队，它让我看到大家的匠心，还有台风吹也吹不走的初心。虽然写了30年的歌词，这是我第一个音综，我就被导演从家里给拽出来了。而我参加了这个音综的中途，我终于得了最佳作词，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沾了国乐无双的光跟这个福气，所以我还是要感谢再感谢。再次恭喜你，是我们沾了您的光。辉哥，哇，你们都讲得那么好，我普通话最差，比陈小春还差，很紧张。第一场我就有机会帮成龙大哥写一首歌，写一首歌词，小美满。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用手抄写一份歌词出来。我上一次抄写歌词，应该已经算23年前帮陈奕迅写一首歌《岁月如歌》。他录音的时候，他说要求要一份手写的歌词，因为他比较喜欢这样唱。更早呢，那就是1986年我写第一首歌词，到1996年这10年，跟黄家驹合作的，从《大地》到《情人》，这总共12首歌。这10年是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每一首歌词都是抄写出来的。然后为了这个帮成龙大哥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就最近呢，我就抄写了一份歌词，拿出来给大家看吧。不管用什么样的书写工具吧，但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诚的。我们很少会在一个音乐舞台上听到这么多来自我们国家的语言瑰宝。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对推动我们国家文化的推广和展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感谢国乐无双这个舞台，把我从我的小小工作室里面挖出来，让我站到大家的面前，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幕后，但我同样可以享受这个舞台。
我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参与这档节目，完成改编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且幸福的一件事情。作为一名作词人，我要感谢《国乐无双》这个节目，给了我们作词人舞台，让我们觉得有这种受到重视的感觉。我想用小春歌借过一下粤语版的一句歌词作为结语：與朗月同往，道變還。國樂無雙的所有全體同仁，台前幕後，你們就是我的朗月，謝謝。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份心意是要送给大家的。哇！这是我们的导演们。今天其实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我们没有请到观众，但是导演们把这一句句歌词打印出来，因为这是国乐无双感谢你们的方式。希望这份礼物告诉每一位创作者，你们的每一笔都有人看见，你们的每一句都有人珍藏。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今夜我乘风归去，道不同路千種，何必來說相縱？從這荊棘或斷離，才能是我這玫瑰。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創作者，是你们让國樂有了溫度，讓經典有了來處和歸途。此時此刻，讓我們共同舉起手中的簡純超順筒，咱們一起碰一個，祝福大家一順百順，萬事如意。我觉得《国乐无双》真的值得，真的是品质超级好的一档音综。我觉得是带着传递音乐使命的一个家庭。要感谢国乐无双，能够让音乐家们做当下想做的自己。觉得这个节目挺有意思，就好像把我拉回80、90年代。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像一个孩子，一定跳不了，独一无二。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国语和粤语不同的歌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我没有想到说参加一档音综可以收获一个原创音乐人帮你去创作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作品。国乐无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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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乐无双。欢迎大家来到国乐无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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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乐无双。1、2、国乐无双。